你曾在黑夜中等待昆虫的现身吗？这是2025年我们第一次的点灯采集旅程。今晚我们要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林中寻找2种先锋的深山锹形虫，但我们没想到最后出现的竟然是一只超大的大黑虫，这真的超兴奋。还有一位夜间的访客，他是台湾珍贵的保育类动物，跟我一起踏上这场暗夜的寻虫之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哇，2025年第一趟的点灯行程，期待！今天的海拔大概是2000多公尺，2000到2100之间。今天天气超好，现在有出太阳，不然这边平常应该是那种云雾缭绕的感觉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还是一样，用来吸引昆虫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点灯的方法。我们点这个大颗的副金属灯，然后挂上我们的布幕，让虫可以停栖。那今天的目标呢，当然也是看看这个季节会有什么样的锹形虫开始活动。最主要的，大概我们的目标虫就是毛栗色深山跟高砂深山，这个季节最容易遇到的先锋的深山锹形虫，非常期待哦！新的一年，新的气象，看能不能有个好开始。现在时间还早，等太阳降下去，就要准备迎接我们精彩的夜晚喽。在唱歌啊！山上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原先阳光的山林，转眼就被浓雾吞没。准备好我们的灯具，发电机就位。今天同样是点发电机。一次到位。随夜幕降临，进入夜晚昆虫的世界。利用灯光诱集其实相当简单，只需要把灯亮以后，看有没有昆虫被灯光吸引而来。毛利！没丝，欧斯是欧斯。哇，幸好没想到啊。对啊，哇，它好毛。它是突然你让它掉下来。毛利，转头看到了，很赞啊！好小只哦，刚飞来。毛利来啦！刚刚飞来的哦，刚降落，翅膀都还留在外面。哇，昆虫攻击中。哇！像其实我们点这个灯啊，因为它是金属灯，很亮，所以其实它的整个周围都会照得亮亮的。那有时候虫来就不一定直接停在地上，周围的草啊、周围的地上都有可能。像这只就是直接降落在地上喽。在收翅膀。也叫黑泽深山或是蓬莱深山，是台湾的特有种。生活在海拔1500到2500公尺的环境，成虫具有趋光性，并且通常在刚入夜时最为活跃，也会有聚集在树上的习性。很快的，第二只毛栗色也来了，这一只相比第一只体型更大一些些，就是我们的毛栗色深山啦！哇，全身上下都是金毛，非常袖珍的，我们都俗称它叫毛栗小五郎，真的非常可爱啊。腹侧也会是满满的，全部都是金毛。我们的目标出现啦，毛栗色深山，是属于小型的深山种类，成虫体长大约在27到45 mm， 当然施育品能够养到更大型的表现。每种昆虫的活动时间也会有不一样，像毛栗就是刚入夜时最容易发现它，同时也发现了条背大锹形虫，这是非常袖珍的小弓虫。另外有台湾肥脚的小型弓虫，以及各式各样不同家族的昆虫，非常多样的蛾类，翅膀上面还有金属的光泽，各式各样颜色花纹不同的表现。敲，下去，哦，哇，有一只母虫。这应该是高砂深山的母虫哦，给
get， 高大深山 get， 这是一只母虫哦。不过呢，今天还没有看到公虫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气温有一点降下来。高大深山，快点来一只大公虫吧！哇，这是一只母的。啊，母的呢，它的前面这个大颚就非常非常的小。这是一只高沙深山的母虫，它是冷到都有点软软的。OK， 把它放回去。我们在旁边发现了一只第一鬼蛛，非常难以发现的惊喜，身上颜色跟花纹模拟成树皮上的苔藓和地衣。就在我们围着它拍的时候，高沙深山悄悄被灯光诱击现身。神不知鬼不觉的来了，就在我们还在。噔噔，一只高沙深山的公虫，超赞的。它虽然体型呢不能算非常大，不过高沙的所有的特征啊都已经有表现出来，像它的大耳朵，好多虫哦，有一种被虫包围的感觉。大耳朵，然后它长长的牙齿，还好。我它拿下应该会，都是有一个大只的撞草啊，对吧？应该是鹅，应该是一只比较大型的鹅，就是撞到那个草的声音。OK， 我们的高沙深山来喽！站着，有公虫也有母虫了。高沙深山，台湾最大型的2种深山锹形虫之一。公虫体长4公分到将近9公分，也是出没季节持续较长的种类。从每年的4月底一直到8月底，都有很高的机会能够在山上发现它们，希望朋友们度过很长时间的虫季夜晚。全身覆满了闪亮的金毛，也是锹形虫中的金毛狮王。但随着它们在野外活动时的摩擦，身上的金毛会越来越少。今天也刚好各遇到一只刮花的公虫，以及一只金毛附体的公虫。哇，这只是眉毛高沙，好啊，这是金毛高沙。会不会打起来？而公虫母虫也非常明显，有一个长长的大颚的就是公虫，而母虫呢就是只有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大颚。点灯诱结乐趣就在于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惊喜，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。时间来到接近10点，已经沉寂了好一阵子，正在讨论是不是要准备收灯。突然出现的巨物，直接让今晚嗨到最高点。好扯啊！这就是在野外观察最让人着迷的瞬间吧。好扯，太扯！哇，这一只真的很威，超级威的大平头，超爽哎！这个手会抖哎，哇，非常巨大，应该是我点灯看过最大只的平头了。舅舅一定有吧？刚刚啪就直接飞过来，超扯！好，各位友，我们的平头大锹，这真的超兴奋，超兴奋！我觉得在野外真的看到很冷又很兴奋、很大只的昆虫，尤其是这种逼近极限的个体的时候，真的会全身热血沸腾的感觉哦。看一下它整个走路就非常粗壮、超壮的一只平头大锹。哇，非常不可思议啊！这种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通常最多遇到的，通常比较容易遇到就是一些平头的母虫，但是公虫就比较少，然后遇到通常比较小只。如果这么恐怖的巨大尺寸，真的是非常可遇不可求，一种非常沉稳、气势粗壮的感觉。平头大锹，巨型的平头大锹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10点11分了。那大部分的虫其实活动到这个时间、这个季节来说，就开始降低活动，就没有那么多、那么疯狂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来收灯。那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夜晚哦！一开始就是有毛利，然后有高沙，虽然数量都不多，但是都有看到我们的目标虫。然后最后的最后，就是这个位置来了我们的超大平头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，超棒的。
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来收灯喽。哇，这又是一个大工程。OK， 要来走步喽，走步一样哦，因为上面很多虫，我们把它拿到比较靠近，有高低的位置，那就可以把虫全部都抖下去。开心了！运气爆棚的时候，真的是挡也挡不住啊！各位，这里有一只台湾非常珍贵稀有的保育类生物，而且没有想到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遇到它哦，是台湾的山椒鱼，哇！然后颜色，它其实跟这种泥巴的颜色非常像。很有趣的是，我们以前叫它叫台湾山椒鱼，然后今年他们的名字对调，就其实是一开始有误指，所以原本我们叫台湾山椒鱼的，变成了楚南式山椒鱼。那这只呢，就是楚南式山椒鱼，可以看到它身上有非常漂亮的金箔，超赞超赞！一般来说，这种山椒鱼它通常都会躲在一些石头的下面，然后在水源地啊，或是比较潮湿的地方，他们在夜晚就有机会出来活动。那要遇到他们正在活动，还蛮幸运的哦，真的蛮幸运的。今天真的是运气爆棚哎，超赞超赞！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台湾为有尾巴的两栖类家族，就是山椒鱼哦，也叫它小泥。山椒鱼绝对不能错过正面的微笑。还有非常有趣，山椒鱼不同种，它脚趾的数量会不一样。楚南式的后脚是4指，而台湾山椒鱼它的后脚是5指哦。脚趾头的数量竟然可以区分种类，超赞的！它真的隐蔽真的很好哎，要不是刚刚想说听到末世过来看，我们完全就有可能跟它擦肩而过。台湾非常珍贵的一种可爱的小动物，它叫山椒鱼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，让它继续去活动喽。看一下山椒鱼旁边。超多垃圾，根本就是满满的垃圾。然后在一个这么干净的一个森林里面，旁边就是山椒鱼，形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反差。所以大家记得要把垃圾都要带下山哦。有垃圾袋吗？再捡一下。好。OK， 差不多，大垃圾。哦，快没电。感谢一同加入这次野外冒险，统计正式打响。今年我们还能发现什么样的生物？喜欢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彼得玩自然，从零大探险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